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来，我们先来看1号牌的第一区哈。来，我们来看第一区哈。看久了应该都知道第一区要讲什么，就讲一个看他今天要抓的时间长河的区块是哪里哈。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跟你的能量哈，现在的状况。我们还是一样哈，头先把金星能量先找出来哈。好，这样子就好了。来。战车反，战车逆位哈。通常啦，战车牌出现的时候，我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东西啦，我只会觉得说它内在一个寻找某些方向的确定性，然后比如说他想往他人生哪个方向走啊，他这一个确定性高不高啊？哈，有没有出现啊？那他逆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现在是处在一个被打乱的状态。什么叫做被打乱的状态？就是他可能本来想要去，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他本来一直很想要去走这一个行业，走这个事业，所以他人生的所有规划都往那里走。可是最近因为发现事情被打乱了，那他这一个打乱会对什么东西有所影响？对于原本预定好的路上要跟你相见的这个时间点，可能被拖慢了。但是呢，它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个状况是刚好峰回路转的在转弯处遇到你，所以它会是哪一种呢？我直接翻另外一个，我直接翻这个牌来看好了啦，这样比较快。我觉得它不用。我们不用特别去从其他牌去想太多，直接从这个去做解答，这就有点算是走捷径了哈。但是我觉得翻一下就好了，等一下后面还会有更多，但我觉得从这边直接翻。这里是说哈，它这一个转弯，它这一个基本上它是先遇到困难啦，它是先遇到困难，跟你没有关系，遇到困难然后转弯转到别的地方这样。可是这边说的转弯，刚才我们这样两个说法里面搭配这张牌，它其实是说这个转弯是一个好运的转折。所以这个好运的转折里面，这边说什么会遇到贵人啦，会遇到贵人。那如果从我们今天从这里金星牌，然后再走到这个路径上的话，我的直觉会比较偏向于这个转弯是提早，或是你就是要在那个转弯里面遇到。所以这一条转弯对他来讲可能是不够好的，或是有一些新的挑战、新的挫折、新的什么，可是他正在进入那个峰回路转、低谷往上，然后别出心声的那个感觉。所以光这两张牌的讯号，我会觉得他反而这一个的停滞、犹豫、人生中的茫然，反正在现在对他来讲，他的人生可能是一个比较低谷，他需要有所依赖的时候，你就刚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好，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趁虚而入的能量，也可以啦。但是我们不会这么负面的去看，我会觉得说，就刚好在这样子的一个转弯处，这一个他的人生的岔路口的时候，从他的视野来说是辛苦的，可是从这段感情的视野、角度跟态度、位置上来说，就这么巧，你们也许会在比较未来的位置要遇到，本来就要遇到。可是偏偏就在这一个方式里面提早了哈，你看这边以现阶段的基础来说，好，他还给了逆位的月亮牌，本来是朦胧的，本来是未知的，结果却拨开了那一个云雾了，那个意外惊喜。好，本来是要用意外惊喜的方式你要出现，结果它变成是一种你本来就该出现，不意外了。就在这一条路径上面，就变成是设定好的、准确的要出现，所以它这个转弯有点类似负负得正，全部都摆正了啦。原本他选的那一条路径，应该才是真正的要绕路的，因为这里已经连3张牌都这样讲了。那从这里的能量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啦，他遇到你的时候，因为这边又出现塔牌，他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转折，崩坏转折。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应该非常，我觉得他有一种整个人生都焕然一新。我觉得他现在就处于一种类似崩坏
对他来说的他的事业类似崩坏、类似挑战、类似非常多的困境，然后他想要有一线生机，有个浮木，有个救生圈的时候，你就刚好出来，所以把他现在正在崩坏的一个状态里面被拉起来了。在他来说是，而你的方向是什么？其实你的部分都是自然而然的，你甚至有可能就是帮他的那一个人，你可能就是那个贵人，有可能你就是以一个陌生人的方式不小心出现在他生命里。这组虽然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靠近了，可是对他来说，你才是新恋人的靠近哦。这组比较反向，因为他这个能量很特别哦。好，这让我非常好奇，往下看哈。等一下，我往下看。哇，往2张都直接往深入的地方，而且其实啊，我们先不看这张了，我们就看这一个位置哈。这4张带来了某些崩坏、更动、强烈的更动，还有原本心理的秩序平衡被打乱，都因为什么？都因为你出现，所以这组很确定你才是他那一个新恋人靠近的一个主轴。虽然我们是在找他了哈，结果你才是真正的主角哈。那这边已经有看到你们第一次的对话，就已经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关于灵魂、生命的一个状态哦。刚刚突然有一个瞬间。有一个直觉很难得啦，就是如果不是1对1看牌的话，很少会有这一个有画面的直觉啦。这组牌在我翻开这里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画面的实验是，它可能是在某些课程，你可能会去上加一些某些课程的时候，让你们相遇哈。它这个有可能是陌生人的概念，然后也有可能是朋友带去的，但是我觉得陌生人的概念比较强。你们可能在一些课程、身心灵的课程、内心提升的课程、冥想的课程，类似这种智慧的课程都可以，然后你们相遇聊天，一开始就聊很深入的东西，因为题目就是这么深入的东西，然后很快的就达成共识，很快的他就被拯救，很快的他就被拉起来，很快的他就觉得有所依赖。你们的契合度在一开始见面聊天不到5分钟就已经进入非常高度的契合度了，没有摩擦，没有牵强，一切都很顺着很自然，然后在心里就产生某种很强烈的丰沛感，然后很快的就有一些不错的关系了，而且这一个相遇好像不会一次，会一直持续的。2个人都会找方法让彼此有更多的联系，这样。好，我看一下。的确，周期快结束了哦。有的时候世界牌它会讲一个周期啦，我通常都会以前用一个周期的结束开始，周期结束开始来去看一下现在是不是跟周期有关。这组确实是讲一个周期有关的东西哈。有的时候会讲是一个新的门打开，新的世界打开。我觉得这组比较讲周期，因为它这边前面这一个，它这个转折是它上一个周期的结束。当它进入了这一个他现在的比较辛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是那一个上面那一个周期的最尾声了。然后当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去参加一些心灵的课程，去学一些提升内在的课程，他其实是为了要找到自己的答案。当他开始去找的时候，他就是进入了下一个周期的开端，这边有，而且当他开始进入下一个周期的时候，他身边的很多的人都对他非常善良、非常善意、非常帮忙，这样，所以他很快就会恢复到他原本正常的状态。他现在其实这一个，我觉得这个岔路也没有到那么低谷，也不是人生的低谷，因为这没有什么低谷，而是他人生的一个很有契机的转弯啦。他慢慢的会发现他内在有一些东西解开了。当他在解开的时候，他也看到了你。因为他的那个视野心中的视野、眼前的视野同步打开嘛，心一开，世界就打开嘛。所以他在这里，他会发现他对自己太严厉，他觉得他对很多生活东西太要求。然后他遇到你之后，发现你们的对谈里面，他产生了不同世界的一种对比。他发现他太紧绷了，他其实在这里会发现他太紧绷了。很特别的是啦。只有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才能够打开这些东西啦。这不是巧合，而是你本来就该出现的。因为你应该是在
你们的语境里面，他唯一能听到那个一线生机的人啦，或是你是唯一能讲出给他一线生机的那个人啦。其他人同一种道理，可能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他感觉不到那么多，他看不到、听不到那么多。你的语境跟他差不多，他感受得到。有很多原因啦，有很多原因，有可能也有星座啊，各方面的搭配啊，那些都可能。可是我们直接把它归类在那是那个语境的相同哦。看一下这里。你们会慢慢的有更多彼此哦，还不一定只是他，你们内在有非常多需要跟人讨论的声音啊、内容啊、话题啊、题目啊，放在心里很久了。可能以前的恋情永远都说不出来的、难以说出口的，就在你们彼此身上就变成是轻而易举的说出来的。打个比方哦，比如说你跟你的之前的交往各方面，你都觉得很难沟通，很难去强调你所想要的东西，觉得很多你觉得自然而然应该要讲的东西，譬如说两个人的时间表啊，两个人在意什么东西啊，两个人对于一些节日的仪式感啊，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轻巧的、简单的就可以说出来讨论的事情。可是，在前一任的时候，发现好多事情都变得步步为营哈，很艰难哈。然后这些东西都被埋藏在心里不说出来了，然后后来也就情感崩塌，这些的很多。然后就是你在跟这个人，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发现，因为概念语境很相同，觉得这些本来变得很困难、很有压力的话题，突然就很容易就讲出来了。哦，两个人价值观还很吻合，譬如说，已经两个人在一起了，本来就应该以我为优先做选择。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话题，可是为什么在以前的恋人里面就变成是我是个自私的人呢？我是个自大的人呢？我是个霸道的人？奇怪，你会觉得在之前怎么变成不通？就在这里，你刚对谈的时候，你就觉得两个人都这么认为，两个人会在这种类似的困窘的话题里面，发现其实都很疏通，很奇妙。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们的语境相同，你们的画像，其实是你们是两个概念很相同的人啦。但是语境说话的语境听得懂听得到，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组这边看得出来现在看起来好像你的出现是新恋人的靠近救了他拉了他吧，其实你们是互相的，只是有一个先后顺序啦。那再来，光是这两张牌搭起来，你们两个只要遇见啊，你们的有很多内在的智慧内在心灵的一些本来就已经成长的东西。无人可诉说的一种已经长大的东西，在这里就突然都被照亮了。内在有很多的灰色地带，有很多的喜怒哀乐，有很多的快乐悲伤。在太阳牌这里，它以一个非常有高度智慧的角度去把那些东西照亮，它会变成什么？你们无话不说啦，就这么简单。你们就是会无话不说。你们一开始有可能才光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就有好朋友的感觉。你们第一次见面就有好朋友的感觉哦，慢慢的你们会用这个好朋友的感觉持续到很久，有可能会有暧昧的感觉，有喜欢的感觉，互相都有出现。但是因为皇后牌这里是逆位，然后它又在双重逆位的位置你们的感情不会进入这么快，但是会在这种协和快乐的感觉进行很久。主要是两个人都没有那么，不是说没有动力往恋人的方向走，而是觉得先不要，反正很足够。以朋友的关系就已经很足够去享受相处的美好，没有那么快要进入我们要不要交往，我们要不要确定关系，不需要。你们两个因为有可能之前的爱情已经经历了蛮多的，就觉得这个部分停留久一点就好了。你们会有这个感觉，而且是认同的，甚至不用说出来，两个人就会保持这个距离。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可能肩会并着肩啊，手靠得很近啊，但是手不会握在一起。嘻嘻笑笑的很像恋人间，可是就差那一小步就进入了确定两个人的喜欢，但你们不会往哪里去，但是两个人心有戚戚焉啦，心照不宣啦，但是很奇妙的，没有往前也不会造成两个人感受上的破坏，很奇妙。心里的过多的疑虑，他喜不喜欢我，喜不喜欢他，这些都多余因为你们的感觉就超越这些，每次相处的时候感觉就是很深，然后分开的时候感觉不深，没关系，
每次相处的时候很深，就再约下一次就好了哈。你们会有这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皇后、国王牌都在这里呈现逆位，他讲什么？刻意的不往前，但不代表有真正失去。没有那么失去啦，只是你们比较严格的、严厉的在看待这次感情的慢慢发芽。你们甚至会把这份感情进入到交往或什么，设在我们半年后再决定，而两个人都有这种默契，甚至先不要决定这些东西，1年之后我们再看看。可是这个部分我们就慢慢的维持，也没有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变淡哦。主要还是因为有很多东西，内在的东西，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呈现出来了。跟朋友不能不说的、难以诉说的，跟这个人就能诉说。好牌都出现在好的位置，太阳牌、世界牌，尤其太阳牌跟世界牌出现在非常善意、非常品质非常好的位置。而且那份善意还是出现在内在是有智慧在追求的，用高度的智慧在表达的，不是说你们两个本来就很有智慧，而是说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你们的智慧值的展现会有比你以为的更高。原来你有这么高的智慧去理解爱情、理解感情，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才会有。因为你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去发挥，没有办法去诉说，而且他很多东西在没有说出口之前，都在心里盘旋。记得很多东西一定要说出来才能整理。即便你自言自语，也要说出来才能整理，不说出来很难整理了。在心里盘旋的时候，通常多是问号，说出来会比较多那个确定感很重。再来，你可能用写的，边写边说，确定感就很重。那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就会呈现在一种边说边写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东西都确定了，那个智慧确定了，自己的理解对的都确定了。所以两个相处起来，其实我觉得，你们来相遇，对我来说，这正负牌来看，我觉得有外力，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把你们在某个转折里面拉在一起了。因为两个本来就要遇见嘛。那以能量的走向来说，我觉得这是你们两个非常靠近的一次。然后不这个时候赶快认识，有点可惜哦。所以这组除了进入到爱情之外，要有点冲动去把对方约出来。常常相处，要有一些冲动，要有一些无惧，这感情比较容易接起来，不用得失心不用那么多，但多点相处就可以了。这组就是这样，这组我觉得你们的相遇等很久了啦。你再把握一下，如果他真的出现的时候，记得他的核心在于你们无话不说，很多东西都可以聊。他的无话不说比较在是见面，他不是你们离开了讯息啊。什么还会互相传来传去聊天？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部分，而是你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无话不说，然后其他时间就这样约见面就好了。我觉得这组比较适合这样子。前面做好朋友的相处时间会比较长啦，但是都是非常甜美的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组哈。第二组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现在的距离啦哈，就是这个关系哈，现在他到底在哪里？虽然我们这样讲，然后又说他可能会以一个陌生人的方式出现，各方面的，我直接来看这关系现在到哪里啊？来，这个我看比较快啊。好吧，因为其实不用到那么多了哈，不用到那么多。好，我看这个。这张牌翻开的时候，得到一个讯号，什么崖口、闸口，差不多出现工作是，有特别的事情要发生哈，在工作上面哈，然后某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成果要出现了，当那个成果要出现的时候，差不多它就要出现的时候哈。不过这里一直在给我一个讯号，它跟你现在的工作方面有关系耶，但是我没有很确定它跟你的工作是有直接关系，但是我有确定你最近的工作方面的，在一个快要结束的时间点的时候，它就差不多要出来，因为能量进来了。你们记不记得刚前面一个世界牌的周期？
有某个周期要结束了。这边又在讲到有某个周期要结束，因为这边有东西在被唤醒了啦哈。因为这2张牌的位置，一个是说最近的距离是跟工作有关，最远的无限的巧合哈。在周间盘旋的是工作能量，但是这些无限的随机、无限的巧合里面，却说有一种东西正在你附近，将要成为一个结局、一个周期的结束的位置的时候，进入一种升华的状态。它就是跟前面的世界牌一样，就是有个周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力量牌的那个能量就要出来了。因为力量牌的能量在你们2个之间潜伏蛮久的啦，潜伏蛮久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有一个力量把你们给拉着，可是现在就要浮出台面的意思了。哦，可是它浮出台面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那个周期的结束。就所以，如果你工作上有一个事情快结束的话，那差不多它要出现。还有一个是，它也差不多要从它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困窘的情况上往上爬了。牌面都不错了哈，你们中间可能有他人很轻巧的把你们2个介绍或是拉近，他不一定是把你们2个拉近，说哦这是谁这是谁的介绍，没有，可能有一个整个情感比较丰沛的状况的人，可能他这样进入恋情啊，或是他现在人的各方面的状态还不错啊哈，反正你们附近可能会1个或2个人突然很在乎大家一起。或是大家一起去哪里，会有可能这个状况，然后你们2个遇见，所以他有可能会回复到第一题，就是可能一起去上什么冥想课程啊、心理成长的课程，就这样遇见了哈，会有这样子一个丰沛状态。但以我觉得指引方向的这一颗能量来说的话，它现在还在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快，所以这个周期的结束也没这么快，所以就快要而已。好，你看这里又有那个圣杯2哈，再加上风能量，这个雨势哈。风出来的雨势蛮强的，也就是说，差不多要把你们吹，已经有好的能量要把你们吹到相遇的位置了，所以不用着急哈，就有点像是说，你看那个气象，台风要来了啦，台风要来了哈，然后先有一些雨会出现哈，狂风暴雨前面那个小雨会先出现，那个小雨就会把你们先吹进哈，然后你们遇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狂风暴雨的情感产生，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但是这个。金币2还在调整那个海洋的水汽跟那种低气压还在调整完到那个程度上的时候，差不多就有相遇的时间了。白话一点讲，就是他人有他人的故事线在促成你们的相遇，但是那个故事线还在进行中。远啊近啊，有好的能量在远方正在形成好的故事线跟相遇的故事线，这里有哦。然后，命运之轮跟这里搭配的话，虽然它是逆位，但是我觉得差不多要进行。这个逆位哈，讲的是说，现在这一件事情跟工作有关系的事情，你这边可能跟工作有关的事情的一个结束，现在处在一种结束前的停滞状态，但是终究要结束，但是拖慢了一点点，就这样。也就是说，你们相遇的时间只是往后拖慢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不静止了，因为。2个皇后牌哈，虽然元素不同，但是水能量还是很强。无论是快跟慢的能量，都在催促着你们的相遇赶快出现。所以从这整张牌，它就是有一个力量往这边一直推着你们赶快进入相遇的那个点啦。就这样，简单来说就这样。但它里面的成分有很多，有他人的故事线的推挤，有你们自己心里渴望的推挤，还有很多你现在所在的整个氛围里面都充满了爱意、善意。你现在所处的附近的很多人心里都有点奔放，可能是季节要转换吧。都对于一种新的季节的转换、气候的转换，有一种心理、有一种某种身体上的期待，心情上的被影响，这样。所以整个你现在附近的，觉得1号牌的朋友哈，你附近的很多人哈，正在偷偷的恋爱了，偷偷的准备要产生恋爱，那个气氛很强哈。你慢慢的去被他们影响就好了。那看这。先说你们2个灵魂哈，等一下下一组牌还会讲更深的灵魂，到我这边先提一下，你们这一组灵魂哈，为什么一开始就能那么契合？你们以前你们灵魂在不同的象限里面已经有在一起过了啦，你们的灵魂是很熟悉对方的啦，所以你们之前遇到的时候，你们所培养的那一种默契跟各方面已经有了，所以才会刚前面第一组你们遇到的时候，就什么内在的心里话都能够讲了。
哦，那塔牌又出现在差不多的位置哈，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完全觉得，呃，我觉得有一种拯救感啦，就是你们的生命进入到某种困窘，不一定是他而已，有可能也有你哦。然后结果两个遇到的时候，发现这个爱情的滋润救了你们两个人啦，有这个感觉要出现。所以从这边看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讯号，就是你跟他一遇到的时候，就绝对是很契合的，无话不谈，什么都能讲。这件事情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是关键讯息。那你们的相处会保持着某种类似童年的赤子之心的方式相处一阵子啊，这边也是。然后从宇宙无瑕的角度来说，他说这样子确实是比较好的哈。然后你们慢慢的会开始在意彼此，但是不会像以前的爱情一样那么的捆绑住，那么的沉重，那么的责任感，而是反正是走上一种比较奔放自由的方式来慢慢的相处。这符合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们前面会从好朋友啊那个方式慢慢的相处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想要去确定关系。虽然心里有想过要不要确定关系，但是两个都不会去触碰哈。那皇后牌出现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谈不上你们生活互不互补啦，因为我觉得你们初期，我觉得会有半年、1年的时间，都会处在以好朋友的方式、暧昧的方式相处比较久。这是你们两个彼此认同的哦，而不是一个想要确定关系，一个只想暧昧。没有啊，这个是你们两个彼此认同的，因为你们心里都知道，你们心里在培养着什么情感，这是一个确定的哈，所以不用太在乎要不要赶快确定关系，你们的相处就很自然，那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之前跟之前的恋人相处的结论啊、心得所选择的。好，这组牌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我只能说这不是单一的路，但是这笔讯息比较多的是，应该是还是会被带去参加什么课程，去参加什么活动，可是那个带你们去的可能是工作上面的朋友，哦，这个我觉得比较多，那或是工作上面认识的朋友。只不过这组牌跟第一组牌都讲到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先经历过最近的事情某种收尾，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你有觉得那个事情已经收尾，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结果，这个感觉一出现的时候，就是你们两个差不多要见面的篇章已经开始了。好，这个感觉要很确定。好，来我们来看第三组牌，来确定一些时间点哈，跟其他的东西。来，我们先确定一下时间的问题哈。3个时间看它，我们刚不是说一个周期的结束嘛，然后进入你们可能要去上课程这类型的的界面哈，大概是什么时间啊？离现在来说大概几个月之后了。这3张牌，它可以把它讲成是10个月之后，或是7个月之后，可以这么讲。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翻开的时候，他都在告诉我说你们已经见到了。他讲的是之前2个月前跟4个月前都有见到面。好、这边说的是这样我看一下内容哦。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哦，只是好像还没有一些深度的谈话过哈。我翻3张牌帮你多确定一下啦。我翻到4张，都一样。你们有在彼此的视野出现过，但是没有认识到，确实是之前，因为你们当时遇到的时候，那个风能量太混乱了，太混沌了哈，没有遇到的机会。没关系，这里已经是过，我再给你翻2张牌，好，重来哈，重来，然后看看是不是有比较近的未来一点的能量的牌。
3到4个月左右是最近的一个时间。不过这边仍然在说，你们2个月前就已经遇到了，所以它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了。那要进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么密集跟亲近的状态的话，他说3到4个月会有，所以姑且我会先觉得他已经在你附近环绕了。那他有可能不是完全的陌生人了哈。应该说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陌生人，其实我觉得前面你们这个见到啊，其实没有认识到，其实到现在还是算是陌生人啦。那最好的会变成我们刚进入那种可以一次聊天有课程的话题人，可能要到3、4个月左右。那近期有没有别的路径会不会遇到呢？这里没有答案，那我也不烦了哈，因为我们把它留在随机的领域里面，让它自由的看能量的发挥，但至少我已经知道它的一个范围了哈，大概就这个范围，你这个就先放在心底哈。你可以去更多的意识去祈求，我觉得可以去祈求，或是用许愿的方式，类似许愿的方式去强调说，让它就要在其他随机的方式出现哦。很多事情都还是有随机性，还有你内心里的浮动会改变啦。那它这个时间范围大概就这样哦，你先抓起来。来，我来看一下灵魂的部分，为何你们2个的灵魂之前已经遇到，这次为什么还要再相遇？因为之前可能以前一组牌来讲，你们灵魂之前的相遇是失败的啦，整个相处是失败的，也不能说失败啦，那只是一段啦哈，只是以爱情的要走到长久这件事情来说算失败，但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失败，因为终究他这个灵魂最后还是要再回来遇见哈，就只是阶段性的课程啦。阶段性的课题，出这样还有这边有一个特色讲出来了哈，你们2个遇到的时候，你们的生活背景是完全不同的。你们2个虽然对话很契合，可是你们的工作很多东西都不同，所以你们2个的一开始遇到的时候那种非常契合的状态，会让你们非常惊讶了哈。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不是说不同国度的世界，而是不同背景世界的人、经历世界的人，结果2个却有相类似的灵魂。那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已经相处过了嘛。那这里说，你们的灵魂有很强的连结，意识上有很强的连结。基本上可能在之前的相处分开之后，还是非常思念、挂念，想要再遇到一次。所以这次非常靠近的时候，旁边的能量都在帮你们遇见啦。可能有一些未了的事情啊，未完的心灵上的事情啊。之前可能有些可惜啦，灵魂知道那个可惜点在哪里，有些遗憾，所以这次非常靠近的时候，2个人又再拉在一起了。在我看来，我觉得你们终究要回到彼此身边哦，你们的感情是这样子。好，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些小提示哈。好，看这里。2张牌都讲一样的事情啦。这个人不是你以为的他表面上的那样子的人。就是说，你们在认识之前，你会以为他是那样子的人，可是其实一相处发现说，原来他不是，他不是你所认定的。你以为你就是说，你觉得这世界上有些人看起来是那样，所以你觉得他人就是那样。这个人没有办法在这个定义里面他这个人一定要讲到话，所以他在提示你什么？要再多开放一点的心，跟任何人接触啦，不要以貌取人，因为这一个人没办法在以貌取人这个定义下面被你辨识出来，他是你的新恋人他一开口讲话，你就会知道他跟你以为的不一样。这2张牌在这里在说的，所以接下来要用更开放、宽广的心去与人交谈，与人的心交谈，而不要与他的外表，他所拥有的什么。去交谈不要流于浮面表面去认识人，去指导人。你以为的感觉都不是你的感觉啦。这边在讲的是这个好，我再看，给你一点他的人的提示看这里有没有给你多一点提示，就是说看一下他的个性啊，各方面可能会不会翻到跟星座有关系之类的啦。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恋人，他非常
会在爱情里面酝酿出一些甜蜜的状态的人，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还有他对整个世界未来都非常好奇，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应该会去非常多的地方。他喜欢去不同的地方，他不喜欢重复去，他喜欢去探索各种地方，新的餐厅、新的位置各方面。你跟他一起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变得特别宽广。也许都在同一个城市，就发现竟然有这么多的咖啡厅、餐厅你都没去过，他都知道，他都喜欢去，他都喜欢去探索。跟着他去就有很多宽广的世界可以去。那这个就是他很会谈恋爱，他很会制造甜蜜气氛，跟他在一起很舒适我只能跟你说，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很舒适。好。那这就是第一组牌的全部的讯息记得刚刚一些关键的点你掌握一下记起来就好了如果在其他的影片里面有重复出现的话，记得那个都很重要。好，那就这样，这是第一组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来，我们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我们来从第一组总共3组了第一组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时间长河落在什么样子的重点里面然后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方向跟在爱恋里面的时候的一个情况，能量的情况了。来，我们先看第一组通常因为第一组都是第一番嘛，所以它的内容是特别多啦。好，来，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先把牌阵的牌翻出来然后一样，我们等一下先从好，就这样。先用金星能量开始看看一下皇帝牌的话，我等一下我琢磨一下我第一个讯息是觉得他讲的是当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然后会有一种全新的秩序的重整会有一个全新的秩序的重整。那因为他是到金星能量所以我觉得他会很多的着重在价值观上面跟你们相处，还有一个整个对于之前交往的爱情的概念，会在这里成为某一种心得的整合。这白话一点怎么讲？就是好像你之前爱情的一些经验的一些所得所获得好的、理解的、希望被理解的、想要被施予的、想要给予的那一种类似接近爱的真谛的那个结论，在这一次相遇的时候会有。为何会有？因为对方好像在很多的价值观、想法上面跟你非常相近，他会打破什么？打破一种谬误就是因为前面的爱情失败，无论是你离开或是对方离开，你都会觉得你在其中犯了很多错误，所以导致这个爱情是不对的。那他这个错误会诱导你以为你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以为你的爱情观是另类的，是特异的不是大部分人的所想的。所以你对自我会有些奇怪的疑惑，或是多余的疑惑，让你不太敢接触爱情，即便内在期待爱情。可是这一次皇帝牌出现的时候，它整合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不是差异的问题，而是不同，而是你在不同的世界里遇到了应该是没有遇到你该遇到的人，他跟你的价值观爱情观其实是类似的。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人对不对而已啦那这里这一次遇到会变成某种秩序回来，就变成是原来你所相信的那一种方式是存在的，是可行的。所以从这张牌应该可以看出来，这一个人跟你，我觉得啦应该是蛮类似的人。这边看起来已经有这个小讯息了。那我们后面再看就知道它到底有到类似到什么程度了来，我们来把这里翻一下星星塔我们先讲塔这个位置在重建中，什么东西在重建？你们两个的内在灵魂，我们只以爱情这个观点来讲好了，都在某种上次的结束，不知道上次的状况是什么结束了或是多久以前结束，但都有重建了，跟正在重建中。重建什么？就是我刚说的，要进入到那一个秩序。所以
他这个皇帝牌跟搭配逆位的塔牌，其实是在讲说，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应该这一个重新的堡垒塔，防止内在心灵的爱情的价值观已经建立成几乎完全属于你们坚不可破的那一个状态里。那刚好进入了两个城主，然后你们两个城主就一起守卫着。可是这一段路好像前面走了蛮久的，或是挣扎了好一段时间。可是呢，它有一个你们遇见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有，因为它有星星牌，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强的基础在。你们在初期应该会因为之前的爱情的经验，会在这一次初期遇到的时候，就立刻想要快速、坚决的先把很多事情在要不要交往之前都确定起来。也就是说，你们可能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开始有聊天、吃饭聊天的时候，单独不要很多人，就是你们单独两个人。他有可能是你们认识之后，然后自己单独出去了。我要讲的是，现在还不是讲说你们认不认识的初期状况，而是说你们真的单独深谈的时候，你们两个很快就想要确定很多关于爱情的事情，不是跟对方确定，而是彼此分享爱情的事情，然后再确定。可能在讲以前过往的，就是前任的事情，然后讲了很多的对与错。然后两个人一直在不断的吻合，去确定彼此的价值观，尤其是爱情的。那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是未来要怎么做，你未来的选择去哪里，未来不想犯的错是什么？如果未来在跟任何人恋爱的时候，你觉得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这些东西会在星星牌这里讲的，一开始你们遇到的时候会确定非常多。那在这个确定之前，前面的所谓的重建你们内在的价值观的稳定的那个状态，就在于皇帝牌跟塔牌这里。好，基本上是在塔牌这里了。然后遇到的时候，两个人在这一个确定的时候产生某种很强烈的秩序，然后这一份爱情的底盘就做出来了。所以呢，前面我不认为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会立刻变成恋人啦，但我觉得你们会有蛮多很有意义的交流。来确定两个人的关系，不一定是确定爱情关系，是先确定两个人的友好关系跟能不能长久下去的关系。但是这里目前只能看到价值观上面的雷同，他还没有讲到个性上面的雷同哦。那为何我会特别提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有点不太一样，只是你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爱情上面的时候，已经走到类似相似的状况了。对于所塑造出来的个人的爱情价值观吻合相近，那都不代表你们的个性相近哦。那我们来看这里，这个牌是很顺的啦哈。你们的确会经过非常多的内在的对话，去达成两个人关系的稳定性，而且在每一次的对话或是每一次的邀约的时候，都觉得是非常丰沛的，有在往更好的关系前进。但有没有在往要交往的关系前进，我不确定哈。这边只觉得关系会越来越好，而且不会只是一次的见面，然后就没了，就没有再往下哈。那是不是月亮牌？有些月亮牌，月亮牌这边说有些疑惑，内在的疑惑可能是爱情的吧，理智上想要去。这边应该是说啦，你们两个虽然会在慢慢的爱情的默契上面、价值观上面雷同，可是其中也有一些盲角互相缝合，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对爱情有某些偏见，或是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误解。也不能说误解啦，就是可能是出于保护自己所坚定下来的某种定义。可是，在你们两个对谈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是因为想法某个点想法不同而互补或缝合修补，不是，而是刚好两个人又都相同的时候，结果突然发现，你用客观的角度，或者用第三的人称角度去看待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看待他的故事，他看待你的故事，才发现说，哦，原来你们当时想错了。你们的想法虽然是一致，可是当时你们的想法想错了，是终于跳出一个客观的角度。月亮牌在讲说，这里对于角度上面有所松动啦，有所改变，有所弹性了。
所以它成为一种修补状态，你们才发现说，原来你们之前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可是这个是因为你们两个在互看、互相检视，是用很理智的状态，所以才会在这个对谈中就马上又转正。好，所以两个人就会有一种领悟，就是啊，所以下次爱情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做。不是说你跟他说再遇到谁，你们初期遇到的时候还没有立刻是要走往交往的阶段哦。为何我一直在强调没有这个？因为这组理智能量很大，理智能量很强他一直在左右着感情的前进。因为一开始就出皇帝牌，他这个掌控与秩序的这个关键字的强调性很高啦。那在这里牌之后，我们再看到皇后牌在这个位置逆位的时候，它缺少了在你们一开始去遇见的时候缺少什么？缺少了在爱情的那一个柔软度。那这个柔软度会变成什么？你们初期遇到的时候，非常在乎确定什么是爱情，心里也知道眼前这个人可能会成为爱情的一部分，心里也知道，或是也有可能往交往的方向走。可是理智的状态比较强大，他一直在阻止这份关系立刻走到爱情。我强调的是立刻走到爱情不是不走到爱情所以我认为你们一开始会成为一种伪朋友好一段时间啦，而且甚至连暧昧的感觉都让他不这么具象化明显。即便有一起去吃饭啊，一起坐车啊，身体靠得很近，但是还是有在心里维持某种安全距离，很礼貌的距离。这样，即便一起去看了电影两个椅子中间的那一个手把可以推上去，也不推上去然后反正两个人会处在一种好像有暧昧又没有很暧昧的状况。明明已经去看了浪漫爱情喜剧了却一直有一点点回避那个爱情的氛围。这就是你们两个对我来说，理智在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也变得很甜蜜啦，很甜蜜。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可以让你们这一个前面的两小无猜、很单纯的感情，很像未成年之前好不容易谈那个小恋爱的这种距离感，维持的比较久。未来你们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幼稚、很好玩，但是非常珍贵。那主要是这个理智在这里那样。我觉得初期还不错，我觉得初期在你们交往的时候有一种很内在很深沉，可是表达很淡的一种眼神上的交流、语言上的交流，互相有种想依赖却不敢依赖，因为不知道会不会重蹈覆辙，会不会复制之前的爱情这样。那也因为之前的爱情有很多的经验了，知道爱情的时间轴了，爱情怎么连续这样，所以知道这一段时间如果一定会走到交往，那后面的所有的流程一定会再走一次。那前面这个不要让它不见得这么快，两个会达成这种内在的强烈的共识，不会拿出来讲不会拿出来讲。我觉得牌子都出的不错2号牌的朋友真的。先讲宇宙的角度啦。宇宙在一个最离我们最远的绝对光明的无瑕的角度，没有任何负能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其实你们两个人相遇，四方的能量都已经准备好了，非常平衡。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要往哪里去都能够显化出来，都可以所以你们要掌控关系的进度到哪里完全可以，而且没有太复杂。倒是有一个小缺点在这里，我不觉得它是什么缺点啦，我觉得它只是你们两个人的对于爱情之前所带来的非常多的疑虑跟疑惑它应该是一个很难去除的阴影吧。
所以这一份爱情，即便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很顺的，但两个人还是先让理智优先哈。总是不断的在提醒自己说，不要这么快。但他也算是一个杂音在脑海里一直在跟自己说，呃，不可行。他一直有这样子。那慢慢的啦，慢慢的，他这个杂音，我是觉得这个杂音不会消去，但是慢慢的会在这两张牌找到什么？你们的灵魂的契合度会上去，你们会内心会有很多的事件会打动彼此，这样。他应该不会立刻破除两个人的关系进入交往关系，但是内在的那个认同的感觉，呃，信任感，还有这个人在你生活里面的存在感很重。他会在你在工作之余，突然想要去看看这一个人的限动啊、po 文之类的，突然想去看一下他现在在干嘛，然后不会有非常频繁的聊天，但是心里会有一点在意，他要来看我吗？他要来看我的账号，他要看我来 po 的东西吗？会去翻一翻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会累积出来，累积成会开始占据你的一天24小时的思绪，会慢慢的占据某些时段。好，那就是你们慢慢相处之后出来的，节奏不快。那你们的爱情的感觉会累积在你们有很多的脑子里面的交流里才会跑出来，尤其是有关于智慧的、身心灵的、精神层面的提升。哦，因为这组啊，首先理智很强之外，还有会觉得爱情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只拘泥于恋爱感，而忘了内在提升、关系提升、沟通。哦，你们能够达到最好的爱情状态，是一直不断的沟通跟分享彼此心里的东西。所以他的节奏进程在这里看起来，朋友是一定有的。然后你们会维持很好的朋友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个很好的朋友会一直琢磨在要不要交往还是不要好了，要不要交往还是不要好了这一个段落。我觉得这没有不好，反而让你们两个在某天进入交往的瞬间的时候，非常自然，轻而易举的就投入了，不迟疑，就只差一个确定而已。哦，所以我说这组牌很好啦。有些逆位的牌它反而破解了某些阻碍。它本来是一种捆绑，成为一种松动；本来是一种疑惑的迷雾，变成逐渐消散那如果硬要把这里讲起来，它的比较大的缺陷可能就在这里。哦，你们要进入收获期，这份感情的收获期很慢，就只很慢而已。但是它的慢不是苦等或干等，它反而制造了前面很淡很甜蜜的相处一段时间，你们后来会觉得很珍贵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组牌来看一下现在你跟他的关系跟他在哪里附近看一些比较实际面的东西啦，这样子捕捉起来可能会让你比较有一种比较具体的感觉来，第二组牌还是用这个。好，我看一下，我应该要翻到多少吧？因为这一组我觉得透析的蛮清晰的，所以这第二组牌翻出来的东西，我觉得都大概就只是一个环境上跟现在这个现况的一个提示，我觉得没有太多阻碍。这组牌第二组牌很顺啦哈。等一下这两个我也放一下。好，
这里还有一张。来，先看这里。你看，你们要到爱情的那一个位置确实是比较慢，但是有在过去，节奏就是慢而已。那因为你们两个的刚前面那一组牌讲的理智的东西非常饱满啦，所以感情的东西并不是你们两个一开始的核心所以要走到那个部分比较慢。那好。牌面被大的土能量包围，我就不得不去思考，这个人会在你跟你的工作、事业、人生方向这个旅途上面要出现。那他很有可能是一个你知道很久的人，可是一直没有真正成为朋友或是见面的人。他可能是你的朋友的朋友，或是以前是你朋友的前任，然后你只有看过他，只是没有认识，但是你心里一直不排斥、不讨厌这个人哦。然后从这两张牌来说的话，以最近的距离来说，很有可能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有相关，然后会遇到，而且在搭桥的位置、搭桥认识你们的位置也跟工作有关。那所以这三种土能量包围的话，我就很难排斥掉他真的跟你的工作范围里面会认识到的人有关啦。目前看起来是这样，而且他跟你现在在工作环境里面的人脉来说的话，好像也有一些关联，他只是还没有第一线的出现在你面前而已，其他部分的连接都很近好，这样子的话就直接把这些翻。我懂了，你们现在之所以现在其实还没有遇到，但是快遇到了那一个阻碍你们相遇的能量，目前正在变薄中。那个墙也在，反正就是大概也没有阻碍你们多远啦，只是现在你们在很近的距离里面还没有出现在视野。那死神牌说，有一个转换的事件正在到来中，所以大概未来会有一个事情发生之后，让你们两个会有所接触了因为现在所谓的整个故事线来说，有个灵感还没有出来，那个灵感出来之后，才会有可能有个工作的事情会把你们两个想在一起，介绍在一起，或是靠近两个能量现在差一点点就要遇到了，所以你们差不多快遇到了，但是以圣杯八的方向感来说，因为它又是正位，现在你们还在不同的区块里、位置里所以要再等一下才会露出头，才会展现出来，才会被看到。还没有。果然那一个要发生的事件，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的人。介绍还没有到，它还在浮现中，因为这个位置还在慢慢的把那个事情浮现出来，还没有到。远近，有某些行动过来的那个力量，都还在，不是往你们两个交汇的方向感中啦，有那个路径，但现在处在白坏点。你们两个如果有一个相遇的时间点，两个人现在都没有再往那个时间点去，反而都绕路了，都绕路了，但是终究会绕回来，因为太阳牌说，在不久的将来之后，你们的路径会被扳正那一些奇奇怪怪的让你们偏移的那一些方向感会被照亮，照亮之后你们会什么？你们会突然发现说，我
你们内在会有某种灵感，在你们的生活各方面要做一个转向或做一些改变，这跟你们要寻找彼此没有关系。他的是说，你们生活中有很多新的灵感要出现了，然后如果你们两个最近生活中有一些犹豫哈，生活上的犹豫、有疑惑、人生方向或什么，有一些小烦恼，不当都小烦恼，会逐步的被不再成为你们的烦恼。被解决，无论你在网络上看影片或什么的，你突然内在一些小烦恼就被理解了，可能有很多事情在内耗，然后你找到内耗的点，或是你开始理解什么是内耗，所以你知道你不能再内耗，这些的内在自我心理成长的，加上你旁边的朋友有些人也在成长，所以会有一种互助聊天的方式，你们两个会在这种自己升级啦的状况下，突然往你们两个人的交汇点有了方向感，就开始变得比较正能量的往那里走，自然而然的这一个死神牌的好事情跟转折点它会发生。我刚说他在这个故事上还在走，灵感还没有出现嘛，主要还是因为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你们的内在的东西还在混沌转光明面，要一下，因为太阳牌在的位置是所谓的远的。比较远方的，还在靠近的，不在你附近的。那在你附近的是愚人牌的逆位，表示说现在有很多的决定都还在不理智的状况里面，懵懵懂懂的闯啦。然后它又是逆位的方式，就变成说，反而还不敢闯，反而还不敢去挑战，反而不敢去突破，还在犹豫阶段无行动的状态。但是慢慢的，太阳牌跟圣杯2有人的帮忙，有太阳的照亮，把阴暗面照亮，慢慢的就有转换的余地，然后它才会进入我们刚刚这里所谓的土能量的范围里面，工作上就开始接近了。只是回到了核心之后，你们两个即便遇见的时候，也没有立即的爱情的爆发状况出来，没有，要等一下。所以前面第一组牌说还有非常多的高度的理智在你们初期这样。你们内在是有感觉到爱情来了，可是并没有让情感情绪先行走在第一位，这样。那这张牌刚没有讲，其实他这张牌讲，我这边都一起讲了啦，就是所谓的那些小烦恼、小困扰了。好，你们两个初期遇见的时候，花最多的时间在讲的是以前的爱情啊。为什么我笑？因为跟前面那组讲的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我笑了一下吗？因为牌面上看起来你们是在工作上面的角度相遇，却是聊天，却一开始就开始聊以前的私事。这个欢乐点在什么？在你们很快就信任彼此，这个点不错所以他才会圣杯10逆位嘛。明明是可以转正圣杯10的正念，可是两个人却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做初步的相处，我觉得很有趣，也很甜蜜呀。来，好。你们把爱情的烦恼跟爱情的顾虑当成你们两个交流的调味剂，所以你们一开始相处的时候，蛮花时间在调侃爱情，或是嘲笑爱情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在某方面也在拿自己做笑话梗啦，好像在嘲笑自己。其实两个人在做试探，再去确定爱情是长怎样。你们两个很有趣了，你们两个初期还算蛮打打闹闹的，感情越来越好了。然后你们听得到彼此内心的声音，听得到。虽然很靠近的时候对爱情有非常多的疑惑，可是内心其实是听得到彼此爱情的声音的，只是他不太会立即诉诸于语言去做一个确定。就比如说，你也是这样想吗？我也是这样想，你是这样想吗？不会，大概不会是这个模式。可是会在很多诉说自己对爱情的事情里、以前的事件里、现在的想法里面，来去确定很多内在的提问，这样。那因为这张牌原本听不到、看不到的都看得到了。来，我们来看世界牌
世界牌是我们下一组等一下要讲你们的灵魂之前的一个先开起来的第一章。你们这一次的相遇是，我先说你们的灵魂之前就遇过了，所以这一次相遇的时候很熟悉。你如果常看牌，我都会跟你说，我们常常我前面就说你们。你去回想，常常我们前面讲说你们遇到的时候就非常融洽，没有什么隔阂。然后通常到后面我们在翻牌的时候，都会翻到说你们原来灵魂以前就已经相遇过了，表示灵魂以前就已经相处过、熟悉过了。那这边并没有确定说你们以前灵魂是以恋人还是什么角度，没有确定，但是已经说过你们已经这个灵魂已经相处好几个周期，这次相遇又是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我们可以以小说篇章来说，你们就是一个很厚的小说，这一次可能就来到了第7章。你们的灵魂每次相遇都会塑造一章，这次就是新的篇章。但是因为前面经历过了1到6章，所以已经很熟悉对方了。这次只是在展开一个新的故事线而已，所以你们的契合度是天然的啦，天然的，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第3组牌哈，往灵魂跟时间的位置来看哈。那时间上的话，时间上的话，我给你3个时间点啦。然后，它开始出现在你视野的时间点哦，看看是什么时间。尽可能是未来3个月到6个月之间啦。这张说跳出来的，这张没有，这张是中继吧。这2张牌说，你们2个人的关系找到好的方向感的时候，应该是说感情最好的时候，大概会在6到7个月之后，所以前面应该已经先认识了因为我不觉得这2张牌讲的是你们要到6到7个月之后才会比较接近我觉得没有那么久。倒是这张牌说，其实最近的1个月左右，它已经出现在你附近了它已经出现在你附近了。这点我确定一下。1个月左右已经出现在你附近，在视野上面。一般来说，可能在视野上面已经出现了，只是可能还没有认识了所以大概可以抓到一个区段，就现在的1个月，在接下来的6个月这一段时间，它其实已经在你附近徘徊了工作上的各方面。是确实是已经出现，但是你们好像还没有很强的接触刚开始没错。30差不多要看到了哈。如同我们第2组讲的，不偏不倚的讲了一样的事情，就是它已经大概出现在你的视野范围了，可能就工作方面的，可是中间那一条路线让你们相遇的那个路线，现在才刚开始起步，已经看到了，就是说你们2个相遇的交汇点、认识的时间点各方面已经有了，才刚开始起步往那边走，所以就是在这6个月中间，应该会有你们会慢慢的密切的接近中。那我再确定一下，这张牌讲的是变好还是出时间？是你们关系变得比较好，所以它不是初次见面或初次对话到是6个月之后才会发生，没有，它现在是这一段时间，你们中间就会开始有一些认识了所以这6个月敏感一点这个人有一个特色，他一跟你接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很容易就是说，可能你们在谈论前任的事情、以前爱情故事的时候，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防备心，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多？我不想跟你说，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或是即便你跟你的好朋友，你可能也不太想批评前任，或是以前的爱情故事，你就觉得把美好留在心里什么的。可是你们2个遇到的时候，会成一种
产生一种很奇妙的信任感，就是我好像可以把我对于之前爱情的喜怒哀乐都跟这个人分享，因为这一个人好像也无保留的正在跟我分享中。你们两个会有这一个奇妙的默契出来哈。那我看到这个。我看想一下，这两张牌有在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感觉很好，要进入爱情的话，哈，跟前面两组牌讲的一模一样。你相信你的理智，你觉得节奏要慢就要慢，因为连这两张牌也在说要慢，要看清楚你们两个人关系里面的位置。其实不是叫你看清楚理解对方，而是说，如果真的进入交往过程中，你在这一次的爱情里面能扮演成自己理想的状态吗？还是你对理想状态有误解？各方面的啦哈，它其实就是要你好好的辨识一下这份爱情的长相啦。这边有在提示，所以他这里的提示也是在支持你们前面就是更多的相处，更多的理智去判断爱情可不可行啊。这件事情是对的，他其实在讲说这件事是对的，所以他没有认真的没有一个很特别的提示，然后不是说没有人很认真的提示，他是没有额外的提示哈，所以这张牌没有问题。那只是这里有一个小，这个人哦，他不会突然跑到你前面，让你明白说就是这个人。他需要你辨识出来，他需要你认出来是这个人，所以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自己去谈话聊天，主动一点，主动一点点的去把它找出来，需要这一个动力。平常我们不会说你要去把它找出来啦，我会觉得他会自己会出来。可是今天这组有一点点需要去把它找出来哦，他可能就已经在附近了，可是他需要一些对话让你发现说是他。所以如果你一直都很回避去跟没讲过话的人，他可能就不会跑出来，因为这边两张牌都有一个很强烈的辨识性，它需要你辨识出来、看出来。好，来，我给你3张牌，看他的内在性格，让你大概有一个线索哈。就是我帮这3张牌来帮你看他是什么人，什么样子的人啦。好，我用最简单的。首先，他是一个很有目标、很有方向感的人。他有的时候会谈论他的梦想，然后他达成率也很高。在团体里工作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会出很多的 idea， 然后他一定是最努力达成的那一个人，他不会空口说白话，他是一个实践力很强的人哦。那这章在讲说，很多人都很信任他，旁边很多人都很信任他，哈，就搭配这个，他的人缘还不错，然后他有领袖气质，然后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有一种中心思想很强，他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他不是无头苍蝇的随机做的，他不是这种，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对谈各方面来说，他看起来好像很严厉，可是他其实很敏锐的感受到整个世界的爱，因为他很在乎一种内心有爱的那个饱满的程度啦。所以这边就连接起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内在可能很有信仰的人哈。他对世界充满期待，然后可是他又不会天马行空的觉得世界应该会自然的给予他什么，他觉得应该要自己去努力获得这样。那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这个爱有点到博爱的方向了。好，这里3张牌讲说你初期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所以他大概有这样子的特质哈，先帮你开个门，让你大概理解一下哈。他应该算是很容易就展现正能量的人哦，应该不难避讳起来。好，那就这样哈，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讯息蛮多的，我觉得2号牌很顺啊哈。我不认为他出现的时候你辨识不出来他啦哦，他应该会突然在你眼前亮起来，很容易的。好，那这样哈，那现在来听了哈，祝福你。好，我们现在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
上号牌的朋友，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组牌，总共3组牌嘛。哈，第一组牌我们来先看一下时间的长河，它比较着重在你们2个人的关系的哪个时间点，是通常我抓到的就是相遇前后了。好，如果有特别的话，会讲到其他时间轴，我会再特别讲出来。来，我们先来看这里的就好了哈。好。来，就看这些哈。先从第一个，刚是这样反，所以是这样。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转轴、时间点、时间岔路口，好像有出现，但是我这边比较难确定说，只单它这一张啦，是比较难确定说这个时间转折是在于你们相遇之前的转折还是个人的啦，个人的一个转折，然后再去迈入到去相遇这个位置，这个就可以直接翻哈，我直接翻好了。来，我对这2张牌直接翻，我翻这个。看一下，它指的是什么地方的了哈？5、30转力是方基本上是事业上、人生的规划上面有一个新的方向的转折。那它是一个未来的路径啦，它是一个未来的路径。所以，如果你现在，因为他那边我这边不太确定，我应该只能说你们2个人应该至少有一个人，我觉得2个人都有可能同时，好看，都有一个最近都有一个新的人生的选择，可能是换工作，可能是升职，可能是换居住的居所。为什么我一直在提的是跟土能量有关的？因为金币10在这里，它讲的是这一个抉择转换的下一步是进入了更饱满、更好的物质的生活的提升。那这份提升带来了身心灵上面的新的觉醒，也就是说，这个选择是你们理智上知道说会往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更好的现实里面去做的选择。那我不确定已经选了没？我觉得应该是还没选，因为圣杯5这边还在选，还在选。那这一个琢磨里面会有一种选下去的吸引力也很强，留下来的吸引力也很强了。现在这一个挣扎啦。如果3号牌的朋友你现在在这里的话，我大概可以跟你说，这一个决定点，你决定什么，并不影响你要跟这个人遇见，而是这一个决定点如果出现的话，就代表下一步，你不管选了什么，下一步就是你要跟他见面的那一个故事线要展开了。这个是事件点的发生，它跟你会不会跟他见面没有关系，是这个事件点是一个标杆，它发生了就表示下一步要进入恋爱的章节了。好，看一下这个，不过这边有2个提醒哈。第一，无论你选什么，有很多东西要重来，有些东西要重来，人际关系圈要重来，生活上很多东西要重来哈。但是它会让你进入一个全新的平衡。可是这个进入全新的平衡有一个本质，你要守护好，要守住，记得对你将要遇到的所有事情要提高你的善意，跟提高你的慈悲哦。因为这里在讲的是你接下来做的任何的选择，好坏都跟你的人善不善良有关系哦。为何这里要特别提到善良？因为有的时候在做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狠心的啦，因为它有些取舍嘛。但是这边在提示说，这一份慈悲要多拿出来去衡量做事情的时候，对错
选择的时候，尽量选善良的那一方。也许善良的那一方是比较错，但是他是比较善良的，记得多选善良的那一方，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路径哦。这边在做的提示是这个哈。那有一些选择里面的诱因比较强，是你现在要面对的课题。但这边给了解方，尽量选善意比较多的，对他人善良值比较高的。因为这一个正义牌落在了非常高度的慈悲的位置哈，他在提示你哦，这个是他的本质，不要忘记了。然后呢，在你做出选择之前，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做选择之前，路径还没有打开，现在没有任何动力再把你推到下一个路径，要做完选择之后才有。好，所以3号牌很着重在你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上面。好，无论是各种啦，我觉得它比较接近生活面的，不是心里面，都是生活面的。那不过这里他并没有说选了什么比较好，他真的比较在意的是你用多高的善意去做选择。好，然后无论选择完选了什么，第一，你内在身心灵都会有所提升；第二，你会有全新的目标会发现，会有新的里程碑。但是你不做选择之前，不会发现那些新的东西跑出来。那然后爱情的章节会在选择之后出现。他这里这么多牌在讲这里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影响什么？我直接看好了。我觉得会影响你们相遇的时间长短啦。就只是可能是一个绕远路，一个没绕远路这样而已。但是还是会遇见，因为有些这3张牌做了一个三角形的困境我觉得他在讲的是说，我想一下因为世界牌在这边也是逆位嘛我只能说啦，选3号牌的朋友，你最近如果有做任何选择的话，这个选择下去之后会有新的挑战，新的适应，然后新的朋友圈、新的工作圈都有。那你会有一点胆怯，有一点害怕，你会有一点没有以前的那个勇气，记得要把它拿回来。再来，你会觉得有点困住，因为新的东西。但是这张牌星星牌出现在一份内在直觉的低语，他在告诉你说，其实你的直觉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走啦。但是你那个声音很小声，你要认真听到。你接下来应该会有蛮多零零散散的小困境的感觉困境的感觉，所以才会在这个情况，才会在这里这么着重在要对他人有善意啦。好像对他人有善意选择上是选善良的那一部分的话，才会去解决解方，它是这里的全部的解方。这副牌我觉得负能量比较多，坦白说负能量比较多，但是还好这边是正义牌，正义牌出现在最提示最极具善意的地方。那这些位置本来应该要更加的支持你往更有勇气的往那里走，可是他们都在一个往把你拖着的感觉里面。他可能在提示你说，你内在的那一个选择或是接下来要面对事情的，你内在的那个心还没有准备的很完善。所以正义牌这边是我这边唯一看到的一个解方，就是尽量选有善意的方向啦。那这个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吗？就像我刚刚讲，就是你跟他相遇的近跟远的路径啦。不过我刚刚讲了很多都讲你其实也有在讲他，只是他没有办法来听，所以没办法提示。其实他这个是一个同步的状况。那如果是一个同步的状况的话，它也会代表说你的选择也可能会影响他的选择。因为现在你们两个如果是在一个对齐的状况，因为未来交汇的路径已经我觉得是有啦，所以表示是有在对齐啦。你们在整个宇宙跟空间里空气里收到了差不多的讯息，要往某个地方走去，要往某个
未来生涯要走到的位置，可能都想去某个公司上班之类的，这样你们将会在那里遇见。如果在对齐的方向的话，其实那表示你们现在几乎同步在面对要去转弯或什么的选择上面。不过来讲点好的，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会有非常强的升级，还有你会有新的梦想目标会跑出来，这个是令人喜悦的啦。这张牌除了让你听听耳边的直觉之外，我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是，其实接下来你蛮容易心想事成的。只是你会被很多表面的、视觉上的、比较容易看见的东西，会比较觉得那些都是阻碍。譬如说麻烦的人啊，太多的杂事啊，可能家里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啊之类的，朋友圈有些很多杂事。你在这个时间，你最近有一些人生重大决定的前后，有很多的杂音要跑出来，杂音跑出来。但是你仍然会在做决定之后走向比较心想事成的路径。可是记得对人善意一点。他这边一直在提示说对人善意一点，其实是你近期可能会比较冷血吧。要决定很多事情会变得比较冷血，因为想要事情变得比较快，或是少了很多热情，也有这样。可是他希望你保有更高度的慈悲跟善意，对周遭的所有人事物的时候，至少你的本质人格是没有走偏的。那好的能量还是会跟着你走，这里都已经说后面你都会走到比较好的路径了，只是这一个阶段要忍耐一下，所以选择善意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解方啦。那虽然这里没有太多直接讲你跟他见面或是相处的，可是反而看到路径已经出来了，就只差走到交汇点的快慢而已啦。我再看一下，对于这一张牌，我再翻一下哈。我觉得它有很多讯息哈，水能量出的不错哈。你现在，如果你现在对爱情的方向感很有向往，你很笃定你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样子，价值观没有错，就是那个方向。那你现在人生要走的路径，你想要怎么走？我觉得我现在就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我就算单身，我独处，我都还要这样，那方向都没有错，而且是对的方向。而且，如果你今天没看这张牌，其实路径已经不知不觉的在把你们引领到交汇点的地方了啦。那这3张牌在提示说，内心那一个仍然相信爱情会出现的渴望，不要弱化掉哦。那个可能是你们2个灵魂现在牵引着最强而有力的一个信念我从这里面看出来是有在对齐啦，因为有一些看得比较远的能量，看得比较远的讯息，都有直指某个点是已经确立的，那个点就是你们一定会走到的位置，这里都有这里有一张，这里有一张，而且都还是正的然后这边又出现了权杖2又再确定一次，而且是水能量的方向，所以不要被现在生活很多外在的事情让你觉得自己没有未来，自己走得很辛苦。当然会有些抱怨，但不要让这些抱怨拖慢了你的乐观记得还是要继续往前好，我觉得这组牌就这样其实还不错啦，看到了你们的交汇点，只是现在还在一个比较难行的一个路径上，再忍耐一下，记得那个保持善意很重要然后我们来看第2组牌，看一下现况我来看一下现况，你们2个人，好，我直接用这张牌来看来看一下这个现况，是看说现在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啦，或是距离有多远来，我们这边直接看一下。好，我就先翻这些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其实跟前面是非常
如出一辙的牌。首先，你现在心里所渴望的爱情那个方向是对的，先不要改，也不要被影响。你渴望的爱情的模式是哪里？你已经正在往去实践，去找到符合这样子的人的路径上了。再来，近期如果有工作上的合作的话，公司上的合作的话，尽量去参加，尽量去参加。最近你跟他的连结有可能跟与他人合作非常相关，而且非常靠近。最近如果有这些，还或是有其他人需要帮忙，可以主动去帮忙。他好像有在偷偷打开某一个连结，可能跟比较不熟的或是很熟的，他都在打开一个连结，打开对方的灵感，让他们有灵感，同时想到你跟他。所以可能我确定一下，确实在目前你还看不到这一份连结在哪里，你看不到，但是在比较远的位置已经有其他的故事线跟他人的人际关系线的牵连，创造中慢慢的把你们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白话一点讲，就是你的朋友有在自己创造自己的朋友圈，那他创造的朋友圈的方向有在跟那一个人有在做连接，现在差不多有东西在连接起来了，只是以你的方向来说，其实现在是完全看不到的，你也无能为力去找到他，现在都没有。但是在其他的故事线中有在发展中，再等一下就好了。那你们两个人的世界的能量，目前看到是在调和，也就是说，你们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可能现在生活的背景各方面都不太，能量还不太合。但这两个能量我在慢慢靠近中，有在调和，我觉得就是在靠这个人际关系圈去调和啦。然后他往你这边来，或是往你们交汇点的这个节奏并不慢哦，没有真的慢哦。虽然前面有在说绕路或拖慢，可是实际上它的节奏是快的。节奏是快的，它不是慢慢的走来。再来，这边有偷偷讲了一个讯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应该是状况非常好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很多人称赞，所以他真的有可能是在工作上面的时候是被引荐而来、推荐而来，来去跟你们公司合作或什么的，他是被介绍推荐而出现的一个角色。那近期你可以先放下去寻找他的能量，因为这边没有能量支持你去把它挖出来，他要自己出现，你只要做好你现在自己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就好了，然后你也不要特别去强化你自己啦，你保持你现在的所有事情就可以了。因为他的出现跟被你看到跟你的状况好坏没有关系，他会在你现在最主要的是 keep 住你的保持住你的那一种对爱情的渴望的饱满度啦。还有这边这两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他虽然会出现在你面前，可是他内心某种之前感情的受伤是还没有完全好的。所以如果你有遇到他的话，先做朋友就好了。他还有一些东西在修复，他的心在去遇到你的时候是先锁着的不要太快把它打开，不要太快去追求，先从朋友开始做起。如果你有先直觉到是这个人的话，从这里看得出来，你会先直觉到，先慢慢做朋友就好了。还有你们的灵魂以前有相聚过，但是没有很成功，所以你们这一次灵魂在相遇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强的熟悉感，比较多的是在在适应，所以你们这次相遇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适应。你们因为之前好像也没有很好的了解啦，灵魂在不同象限遇到的时候所以你们的灵魂的互相认知程度跟判断跟识别彼此的能力很弱，也就是说，这一次你要确定这是这个人，可能要靠你自己。你的灵魂好像没有那个直觉告诉你说是他，他要有很多的相处才发现说是这个人。你灵魂没有那个直觉，灵魂是处在贫瘠的状态的，而且是锁住的。那很特别的是，你们两个人会有很特别的转折，突然感情就变好。再等一下，他还没有到，他还在朋友圈的1圈、2圈、3圈外面慢慢的走过来，还没有到。他甚至还没有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也就是说，在社群上、网络上，其实他还没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但也差不多快了。
然后这边有2个点，第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有可能是在工作上被介绍出现在你面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是你最近如果有很多工作上面的合作的帮助的能量，你需要，所以要多去帮助别人，因为他有可能也是在这个方式在扩张。反正他最近有一个关键点，很需要你去跟其他人有互助关系啦。因为这个互助关系会帮跟你互助的人打开了某种视野，那个视野会联想到你跟他，然后这个联想会让你们同时出现在可能某个饭局或是某个活动里面，必须要靠人把这个视野打开来，把你们2个拉进来，拉在一起。工作的介绍、合作的介绍，这个也是一个视野打开，把它被介绍过来都有可能哈。所以记得第一组讲了什么？最近你做任何事情都要用饱满的善意做选择，对错之间先选善良的部分。这里还是又有再提示一次哦。好，那这里大概就这个方向感。好，来我们来看下一组牌，来看一下可能有关于时间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深入看一下灵魂的连结哈。虽然我刚看到，我觉得你们灵魂的连结很贫瘠啦，很少在灵魂连结这里出现那一张，但我等一下再来把它追根究底看一下。来，我们现在看时间的。时间上我会给3个时间，然后因为1、2牌我都觉得你们是没有视野还没打开啦，所以这一组3个时间都是往后推的。好，我觉得它没有那个广度，所以再看一下。好，有一个范围出现了，入秋之后，它差不多要出现了哦。然后，我觉得它要差不多进到你的朋友圈是入秋之后哦。那它还没那么容易看到你，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快到进入冬天的时候，就会有比较明朗，就比较容易接近。那看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不是在9月这个时间看的话，我们用时间推论啦哦，大概1个月内，它差不多就要进入你的朋友圈了。然后大概2、3个月之后，它会比较容易进入到你的视野，然后一直持续到后面半年，整个时间就会有比较多的互动。大概整个时程是这样子啦。最好的时间点就是无论如何，你接近秋冬交汇的时候，它是最好出现的一个时间点。好。然后我们看你们的灵魂的这个，我翻3张牌，因为我蛮好奇的哈，为什么之前会有一些比较贫瘠的状态啦？哦，难度都蛮高的耶。这3张牌都有一些苦难的讯息，也就是说，你们之前灵魂相遇，或是这一次相遇，都有很多的修炼，有精神上的修炼、生活上的修炼、物质上的体验，还有很多的挫败感的累积，这样。所以让你们2个相遇，其实你们2个互相扶持啦。哦，你们2个互相扶持，其实你们2个是能够互相支援扶持的一组，这样。也不是说你们2个相处不快乐，而是你们的2个灵魂就是说，在你们灵魂最脆弱、最低谷的时候，你们唯一需要的是彼此。所以之前你看到这个贫瘠的状况，跟刚正翻到那一个金币五一模一样，也是在讲贫瘠的状况。你们2个比较像是会苦尽甘来的路线啦，哦，所以这一次你们2个在遇到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东西要突破，可是不是在突破你们2个人的关系，而是你们2个要一起并肩去突破人生很多的现实跟各方面的。你们单打独斗的时候会比较辛苦，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陪伴有指引，这样这个才是你们感情起来的地方。那以前好像就是这样，这次还是这样，然后这次的话会有更强的心理成长。内在灵魂会有在更高度的成长，我看一下，然后记得付出都会有蛮好的收获，他这边有一个1对1的收获感，更多的劳动，更多的跟宇宙的祈祷跟祈求愿望都会有很好的收获，但是要很强烈的付出跟执行力，不能空等。再来，你们之间互相理解很重要，还有
互相去填补彼此的不知道也很重要哈。就是人不是全知的，两个在相遇的时候，必须要大方承认说我不知道这个，我不会这个，这样你们俩要互相学习、互相给予、互相教导，感情才会往上去。那这些就是你们灵魂在修补。其实啊，你们的灵魂在之前好像也没有在一起过啦，只是有一起受苦过，可是对彼此是不熟悉的。这一次才会有比较近的一个熟悉感，这次才比较近哦。然后你们的灵魂可能很容易感受到感情上面的挫败感，记得要坚持下去。这里再说要坚持下去，才会慢慢的这个关系比较像是后市看涨的那一种哦。来看一下这里的小提示。慢慢的，你们附近就有好的能量帮你们整理进来。然后会遇见了，这边在讲的有东西不在你们所控的环境下，就其他人的故事现在整理，把你慢慢的拉近了哈，所以不用急，它该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来给你看2张哈，2张看它的内在本质的个性哦，就这2张。好，他其实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哦，对自己各方面是很有信心的，很有自信的人哦。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哦，他有一点点全能型，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到哦。他是一个蛮棒的人，处理任何事情都处理得很好的人。再来，他还非常有耐心，很愿意沟通，非常有耐心，可以，反正就是有耐心啊，有耐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哈。好，他本质上是这样，所以跟他相处应该也算是土能量很强的一组了，一个人哦，值得信赖。好，那大致上就这样哈。那这是上海的朋友，你再期待一下了哈。我觉得，因为秋的能量有重叠，所以我觉得进到秋天，你深感到秋天的时候，或是你现在看牌的大概1个半月之后，差不多他就已经进入你的朋友圈了。所以多跟朋友出去哈，比较容易创造出连接。记得刚整组牌都有一个主轴，就是提高你对附近所有人事物的善意，能主动帮忙就帮忙。选择事情先选善良的，不要用好坏分别，而是选善良的方式来选。这个能量会比较饱满，你会比较亮出来。亮出来之后，在你们两个非常靠近的时候，就会识别出彼此了。哦，记得你们有同步，所以你这边做得好，他那边也会做得好。哦，一起。好，那讲到这3号回来朋友，那我们乐观的期待吧。好，那谢谢来听哦，祝福你。